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号，星期三，3月的第一天啊。今天还是试试这个，不死心。昨天那个视角确实不行，昨天这个螺丝没拧太紧，它前后也晃，有的时候特别高，有的时候特别低，而且还会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这个出的是4K 60帧的视频，而且我一直开着录，回去处理的时间就比较长，所以昨天片子发的也晚。我再摸索摸索，看看有没有更优化的工作流程。因为东京马拉松还是想拍摄，小伙伴有一个评论区说的对，就是应该会半路跟家属交接一下。准备2个黑颜色的帽子，这个和现在的这个 Insta360 Go 2个设备一轮换就可以了。昨天给东京马拉松发了邮件问手机的事情，差不多也就都准备完了。我上个月有些懈怠啊，昨天还说大概跑了400多，其实没到390公里，这确实有些怎么说，低于我的预期吧。我一般比赛月在前一个月都在430左右，不过大概少了2天，如果不少2天的话应该也差不太多。不过整体的训练状态呢，其实都维持在一个轻松跑，就跑强度跑得少。其实跑量对，不管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还是说专业运动员，跑量其实就是几乎就是一切。等一会儿到了公园，咱们以这个头上的为主视角，聊聊这个再。手表虽然可以控制，但是看不到实时的预览。当然可以理解啊，这科技还需再进步。但是声音效果和画面确实是比这个要强，这肯定的。这个摄像头就这么大呢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这个小相机才这么点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是今天可能跑得更少。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刚才用比赛配速、目标配速的上下范围内的配速吧，试试相机的稳定性，回去看看。今天穿的就是比赛计划的那双鞋，一会儿训练完再给大家展示。那天碰见那位台湾跑友，说听咱们节目的建议，过去1年每个月的跑量都在300以上。先不说强度和速度，所以看这次轻松破3。其实他一开始保守了，在8公里我看见的时候，他是在3小时兔的后边，而且还挺靠后的，大概有将近100米了。他如果相对再激进一点，可能就255了。不过这都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谁面对42公里都恐惧，我也是。当然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不仅仅是我，也有相对专业的教练说，300公里一个月，连续超过10个月以上，几乎是普通人破3小时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，真的很难很难。
如果没有这个，你可能永远是3小时0几。别看就那么几分钟，3小时02，那就等于每分钟要慢将近3秒，对不对？3秒追不回来的。尤其是你意识到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是30公里了，那就不是3秒了，那就是10秒。你能保证最后一个12公里比前面的平均配速快10秒吗？所以无论是平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的每1公里的时间，马拉松都是一个拼积累的项目。无论是舞台下边的积累还是舞台上边的积累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嘛。所以大家从我上个月的总跑量能看，我对这次东京马拉松的期望是合理的，没什么期望。而且面对这种跑量，对我来说啊，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冲击好成绩。如果我能保持450公里，就是上个月啊，并且身体是一个不错的状态，就像现在的硬件状态，我觉得可以。北京马拉松的时候是430，就觉得差一点，想再提，但是你就会发现，再提你可能比赛的时候恢复不过来，这也侧面说明你的积累不够，或者是状态调整的不好。有时候说月跑量500，像我去年都是500，但是那是非赛季，就没有比赛安排。如果你在有比赛安排的情况下，在最后一个月还能有500或者是480，那我觉得2小时40就有希望了，就有机会了，否则是没有机会的。大家可以去问，如果你能问到现实生活中你认识的能够破到2小时40的人，基本上都会有至少有那么生命中有那么一个阶段，月跑量在600以上。而且还要管理好身体和伤病，还有工作生活，真的不容易。你们看元大都的马老师，我老拿他举例子，因为很敬佩他啊。去年夏天我们总碰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月跑量都是600多，而且每周还有强度课。我那时候拼死了也就是500，但是他因为有一些伤病，再加上工作比较繁忙，家里有小朋友，那在各种的影响下，其实最后的北京马拉松也是差一点没有进240，真的挺难的。那天我说那位在银行工作的跑友也是，就最后那几十秒甚至10几秒。还有上次提到大家帮忙在弹幕加油鼓劲儿的西安那位跑友，都比我跑得多得多，比我努力，也都差那么一点，太不容易了。因为500公里1个月，并且游刃有余，我觉得才行。像我之前5001个月虽然能做到，并且能持续，但是每个月都很艰难，而且其中有
大概那一年有3、4个月，都是有3到4次短距离的下午跑，才凑够了里程。所以这次波士顿马拉松之后，我也要重新沉一下心，重新规划一下。如果今年秋天想再冲击一下成绩的话，从4月份波士顿回来，也就是说从5月1号开始，到10月这5个月，要好好规划。但是其实5个月时间有点短，从去年底搬家到现在，一直不够系统，就是不能做到心无旁骛，因为总有事儿嘛，而且正好年底我们这种工作会比较忙，要稍微反思一下，抓住夏天的机会。不知道这边夏天气候怎么样？而且还有个不幸的事儿啊，我把手冻伤了，这就很奇怪。来这边的时候掉以轻心了，气温不低，基本都在0度以上了，而且好像还出汗也不冷。但是跟北京比，这边的湿度太大了，我其实不太适应一开始这种湿冷，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手生冻疮都是南方的小伙伴居多，真的理解了。就前几天手指头的手背那一面起了一些小的，就像被毒蚊子咬了那种红的包，大概有比小拇指的指甲盖稍微小一点的那种，是那种又疼又痒，然后抓的多了以后呢，手指会肿，就不舒服。一开始以为是被什么东西咬了，但是家属没事，身上其他地儿也没事。昨天突然反应过来，给一看说是冻疮，所以最近注意了，做饭的时候都戴塑胶的手套了。然后买了一管药，这边有专门这种药，药妆店很方便，还是很有效果。昨天刚买，因为昨天刚意识到是冻疮。可能再有1周就好了呗，比较魔幻哈。所以都是一些小的东西会量变积攒起质变，好的也一样，坏的也一样。把心态放平稳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就这双，小伙伴们看，就这双鞋，这是一双定制的2代 Vaporfly Next， 就是换成了织面，换成了最早的 Nike 的那个织面，4%的那个织面，会比普通的 Next 沉一些，其实不太适合比赛竞速啊。但是只有这双了，身边不打算买新鞋这次。3月1号，星期三清晨6点46啊，训练结束。今天就跑了8公里多一点，34分钟，平均配速4分13，心率155，步频201，功率239。这次的比赛计划按照平均245到252之间的功率进行。按照我现在的体重，还有最近的90天的训练，Stride 帮我预测的是，如果我能够全程在252的功率下，那我的成绩应该在2小时43上下4分钟。但是252我做不到啊，又来这个公园了。不管是我 PB 的那场比赛，还是去年的北京马拉松，都是240多，几乎一样。现在比那时候体重大了一点，2斤吧，比北京的时候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会有一定的功率上升。那也就是说，
如果我想跑到2小时45的成绩的话，可能得248的平均功率。当然这样的话，大家就能够看到功率上升，时间不变的话，那显然做的功就变多了，那就看身体的储存能量的条件了。北京马拉松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体验到了最后几公里掉速，最后几公里就是我感觉我还有劲儿，我也不太喘，肌肉呢也没有要抽筋的症状，但是就是速度慢下来了。1公里完了以后，感觉挺快的，一看表，哎，只有4分，甚至4分02、4分03，最后我知道不行了。这次估计也尽量这次不要这样，就是前面要慢一点。这次我想比较愉快的完赛。这次是想比较愉快的完赛的，就是不要有什么身体负担，因为再有1个月就是波士顿，还有舟车劳顿，从这儿飞到波士顿或者飞到纽约，这几乎是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了。因为不能从这儿飞，得去东京飞，东京飞纽约，新加坡飞纽约，香港飞纽约。大家看那些航空博主，就去所谓的探店航空公司的做那种超远程航班，不都是这种吗？对吧？甚至有的超远程航班都没有普通经济舱，最低的就是优选经济舱，否则的话一般人坚持不住。行吧，今天再试试这个，回去减一减，然后跟大家聊聊跑量。也不是说给大家制造跑量焦虑，就是如果您想比较自如的破3小时的话，男性啊，成年男性至少要有1年的时间，每个月在300公里以上。咱们就不说强度，因为你1个月能跑300公里，你肯定不会跑太慢。如果你跑太慢，你时间是不允许的，你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很短，这样你时间也是不允许的。而且你还要考虑冬天的最冷的那1、2个月和夏天最热那1、2个月。说的是每个月都在300，而不是一年在3600啊，是3600吗？对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我们还是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准备好这个赛季。春天的赛季，有的小伙伴喜欢冬训之后就比赛的，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。现在的天气也不错，这个月的无锡，大家加油了，还有10多天了，对吧？加油干啊！注意好身体。然后，如果想在无锡出成绩的小伙伴，现在开始把饮食控制，把身体的体重再往下压1到2斤，可能还能更好一点。不压其实也没事儿，不用太担心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